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中国无法产生像 YouTube 这样企业这个话题啊。应该说，过去几年很多中国的企业的雄心勃勃想做中国的 YouTube，什么 B 站还有早期的优酷还有那爱奇艺都想成为中国的 YouTube。结果呢，没一个成功的，有好多还差点死在路上。像 B 站现在我看也快奄奄一息了一直也都没有从亏损的边缘中间拯救过来那么我自己的感受YouTube 呢，它的这个创作机制就又公开又透明。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创作者在 YouTube 上创作视频我们上传之后呢 ，YouTube 就会给我们就自动匹配广告，匹配的广告之后呢，挣来的广告费我们拿55%，YouTube 拿45%。那你想想，我们创作者拿大头，人 YouTube 呢自己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还帮我们找到了广告匹配到这里头来，他们呢还只拿小部分那你这是非常非常大方也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这个的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些创作者不需要为变现考虑问题，我们只要自己做好节目就行了，因为变现是 YouTube 帮我们来完成了，甚至在变现的过程中，我们还有选择权。比如说，你不愿意让什么样的广告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出现，像我们自己就选了酒精类的商品，我们就不愿意在我们这放广告。那你自己画一个勾，那人所有酒精类的广告在你这儿出现不了了。既尊重我们自己的偏好，同时呢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变现的直接便捷的途径。相比之下，国内所有的视频平台，包括过去国内所有的互联网平台，在我看来都没有这么公开透明的变现机制，更不用说分配比例了你比如说分配比例，那新浪微博过去我也在那儿做内容新浪微博也曾经搞过创作者激励后来的财报显示，他们那个地方的分配机制里头大概只有8%到10%给了创作者，这总收入里头那你想想，你这个分配比例就非常低了那你说那个视频网站的那个分配机制就更可怕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国内最近几年就是这个视频网站最后都流行带货？我们前几天不也做了节目吗？带货问题多多，那带货的头部主播他要想多挣钱，最后就给你搞那些坑蒙拐骗的东西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背景，就在于就视频网站本身不给你提供变现的渠道，没有像 YouTube 这种广告分成机制。那你这些 UP 主，你把这个视频做起来了，你把你的这个号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如果你要是找不到变现渠道的话，那你这个号就没有任何商业价值。所以你看国内抖音B 站很多上百万粉丝的这些博主其实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变现渠道。他如果要想变现的话，就得自己去找什么呢？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你去找广告；第二个途径呢，你去带货。找广告有个问题找广告就是说，你找的这个广告，你必须分辨这个广告本身是不是有真的这个诚信，有真的这种可信度。因为愿意直投广告的企业，多数很多还真就有问题。你像我做这个 YouTube 2年多我没接过一个广告，有人找我们投广告，我不敢接。为什么不敢接？就是怕万一我接的这个广告本身有问题，伤害我们的公信力嘛。但是由于我们有广告分成变现机制，所以我不接广告我也能活得下去。但是对于国内的很多 UP 主来说，你不接广告你就活不下去。于是你可以看到自媒体平台很多人打的这个广告很 low， 同时呢，说句心里话，对消费者他也没有办法负责。另外一个，最后你到了头部号以后干什么？就只能去带货。那么带货的结果呢，就只有少数头部主播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国内的视频网站的平台就想办法扶持这些头部主播，因为把这头部主播的号做大了，他带货的量才大，那么这个视频网站呢，它能分更多的钱吗？于是你可以看到国内的那些流量扶持本身它也不公平，也就是说，你真的很多头部主播，他其实真的做的那么大，并不是由于他内容做得好，而是由于像抖音B 站给了他流量加持。因为抖音和 B 站就要扶持这样的 UP 主，这些 UP 主最后变现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分到一大笔钱。但你可以比较一下，跟 YouTube 比起来，那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 YouTube 这样的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跟国内的这种不公开、相对来说也不公正的机制比起来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商业模式。那紧接着问题就是，就为什么国内
它这个商业模式总的让人看来别别扭扭的呢，总是让人看的就是让人不舒服呢，产生了这么一种非常怪的商业模式，就不能像 YouTube 这样呢？那么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啊，正好这2天发生了一个新闻，我觉得它可以间接的回答这个话题啊。话说啊，前几天B 站上有个 UP 主，这个人呢叫影视飓风。这影视飓风啊，在 B 站上还算有点名气啊，因为他粉丝有将近1000万呢。这影视飓风呢，要说呢，他是个95后，早年呢学习也不太好，是个学渣。后来呢，他父母没办法，就把他送到了英国去留学啊。在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呢，2015年左右，他就开始在优酷上啊，开始做视频。做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就他自己在学习视频的过程中间，如何剪辑啊，如何拍摄啊，他把他的经验作为分享，每个星期更新1期。那这个赛道呢，当时也没有人啊，所以他的号很快就做起来了，影响非常大。现在已经组建了一个自己的团队，专门拍那种这个设备的使用状况的评估啊、评价呀、等等啊，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个赛道里做的确实特别好啊。他呢，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还受到了苹果公司的邀请啊，到苹果公司去参观，还直接采访了库克啊。这个在科技圈还掀起了一轮不大不小的这么一个话题啊。Third question: the camera control button. Is the camera control button is just for camera, or it's a gate for Apple Intelligence? So, what's your view on that? Well, it starts out being for the camera, and the camera defined broadly for photography. 就是这个影视飓风啊，在今年10月8号的时候，他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说什么呢？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就是中国国内的这些视频互联网啊，存在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啊，就是在天天欺骗所有的视频网站的使用用户。具体来讲啊，他说你会发现没有，现在这个视频技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啊。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普遍都用1080p，现在呢都用4K 啊。那这个按道理来讲，视频应该越来越清晰吧？但是他发现呢，现在在国内的视频网站上，4K 的视频呢，往往还没有当年2020年的那个时候1080p 的那个视频呢要清晰，甚至看起来还更糊。他说一开始啊，可能还觉得这是一个误解，但是经过他仔细的研究，发现这不是一个误解，这就是一个事实。在2024年，4K 视频你应该已经司空见惯了，各家平台也都争先恐后，继续在画质上做文章，有的支持到了8K 120帧，有的对上了蓝光、真彩世界、真极硬化、杜比视听等等等等，听起来非常先进的技术。而我们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拍摄设备，提升节目的质量，想给你更好的内容。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最终在平台上发出来你看到的视频，它变糊了，没有以前这么清楚了，这是错觉吗？答案是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问题，甚至在未来我都可以说，我们看到的视频的画质很有可能会不如2020年那段时间这么好了。本期节目我们就会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各种技术在发展，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视频质量不升反降。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呢，在4K 的时候，因为占的这个量非常大，比如说你1分钟的4K 的视频呢，如果你要是不压缩的话啊，那你可能有44GB。那非常大啊。那么所有的视频网站，你在上传的时候都要经过解码压缩。这解码呢，有一个解码的工具叫 H264。这 H264呢，可以在不牺牲画质品质的情况下，把1分钟的这个视频呢，由44GB 压缩到440兆，那是压缩了差不多100倍啊。所以呢，这个对视频网站来讲啊，那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视频网站你每天有大量的视频，你要上传到网上，要占用带宽，占用它的服务器，所以呢，你这个视频本身呢，如果你要是被压缩了，又不损失画质来讲，那对于视频网站来说，那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啊！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视频越来越多了，那440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那也不堪重负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视频网站啊，我们点开看的时候啊，就我说的是国内的视频网站啊，你点开看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视频网站也付出了成本，付出什么成本呢？就是带宽的成本，因为你在播放嘛，你播放这个视频本身是由视频网站向那些网络基础服务商购买的带宽，支付了这个带宽的使用费，我们才能看到的啊。所以对于这些视频网站来讲，这个视频的你的这个占用的带宽越少，它成本越低；你这个
占用的带宽越高，它成本就越高嘛。所以它有强烈的动机要想办法降低这个视频所占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带宽数字。所以啊 ，H.264 呢，它不是可以压缩100倍吗？那么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又有了 H.265 和 AV1 这2种新技术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作为资本家能够画这个饼让投资人交钱，但是我又不给我的用户实际上付更多的钱来给他们更好的体验？有没有可能？那答案就是更好的编码。于是这 H.265 还有 AV1 这2个新的名词、新的编码就被投入到实战了。这个名词你也听说过，它比 H.264 会更厉害一点，他们可以把刚刚1分钟的 4K 视频通过更先进的算法进一步压缩到200兆左右，很不错。那说到这里，我们稍微深化一些，说说这些编码它是怎么做到的，对吧？凭空把文件变小，但视频画质不变。那本质上你可以把编码理解成一个将军，它调配资源的分布多寡，排兵布阵。那像 H.264 通过将画面分成很多的小块，然后根据每个小块的内容的复杂度来分配对应的资源去记录。那像画面里面这些平缓的没什么细节的地方，他说哎呀没必要用很少的资源随便一存。那对于画面里面细节丰富的地方，他会分配更多的数据来进行记录。那不仅如此，他还不傻，他不会只单独的分析一帧的画面里面的信息，他还会比较前后连续的帧。如果场景里面只有一小块在挪动的话，那静止的背景和环境它只记录一次，只有运动的部分它才会记录下来，这样来偷空间、偷时间，这文件体积就被一点点的给抠下来了。那像 H.265 和 AV1，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本质上只是更好的算法来更具象化的划分更小的区块和更大的区块来进行。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技术啊，这个带来的变化。但是呢，这影视飓风发现，国内的这些企业没有按照正常的技术来给你压缩，为什么呢？他说啊，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他说早年呢，在2020年的时候，一个1080p 啊这样的一个视频，它所占用的这个码率啊，那是6 Mbps。这个数据大家记住啊。他说现在呢，4K 的时候啊，这速度啊就变成了多少了呢？变成2到5 Mbps。那你 4K 的所占有的码率还不如 1080p 的呢。他说现在的 1080p 啊，最低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呢？可以低到 0.6 Mbps。这是一个很离谱的情况。你要知道，如果说你在视频平台选择一个杜比全景声，或者去一个音乐网站选一个音频，把它开到无损的状态，它很有可能它音频的码率比你的视频的画面还要高，这太离谱了。那这就太夸张了，那就比4年前2020年的时候差不多低了10倍啊。虽然你号称现在还是 1080p， 但实际上你的这个码率已经比过去低了10倍。那你这个画面那肯定就是越来越糊了嘛，是吧？他说那既然这么糊啊，那他也在想一些招啊。什么招呢？他说这个视频网站就写了一些歪门邪道，比如说这个视频刚刚上传的时候啊，没有什么人看，他就给你搞了 H.264 这种方案。这个时候啊，你看的确实是比较清晰。但是如果大家都来看，这个视频火了，一下子变成几十万人在看，马上把这个从 H.264 改成 H.265 和 AV1 这样的一个解码率。这个解码率呢，就导致了整个这个视频的画面就变得非常糊了。如果你的视频刚发到网上，没有几个人看，那平台会先给你编一个 H.264 编码的视频，这编得快，成本低，虽然说整个码率会高一点，但是也没几个人看，这网费也不高。如果说你的视频突然爆火了，几十万人开始看，好，平台收到信号了，我们要交钱了，不行，立刻把这条视频转码成 H.265 和 AV1 编码，来大大降低视频的码率，把它推给更多的人。这样一来一回，平台确实省下了成本，很不错。但是用户面对的是什么呢？原本你的视频是很清晰的，但是视频它火了，画面反而变糊了。这就是当前的情况，我们已经遇到好几次了。也就是说，越火的视频，越是这个风靡网上的视频，你的画面的分辨率越低，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同时呢，你不同的客户，你不同的设备，它给你推送的这个解码率也不一样。手机的是手机的不一样，电脑的和电脑的不一样，在大屏幕上还不一样。你不同的手机可能给你推送的也是不一样的，它这后台在给你算呢，就是你不同的设备，总而言之，让你觉得你可以忍耐的情况下，它就给你推送尽可能低分辨率的视频。如果你不看了，它给你稍稍提高一点，就完全以你客户忍耐的程度来给你
推送你这个解码率，那这个很恶劣啊，就基本上按照一个最低服务标准给你提供大数据啊。他说还有更恶劣的一点，什么恶劣呢？既然这个分辨率已经很低了啊，他就采取了一些更加歪门邪道的做法。什么做法呢？就是把画面本身进行锐化。什么叫锐化？锐化本身它不是提升画面底层的信息的，它是在画面的边缘上加上了对比度。这乍一看确实有清晰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放大仔细一看，你会发现视频不对劲，看起来就是有一种怪怪的假假的感觉。像我现在讲话的部分我没有加锐化，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让青青我们的调色师加上点锐化，加一点，是不是更锐了？再多加，加到这样好像就不大对头了，对吧？我们也有看到过粉丝说我们的视频很锐，我们之前百思不得其解，我们都没有做过处理。但是当我们发现他们视频平台帮我们做了锐化的那一天，我们的精神殿堂崩塌了。平台本质上不是最应该保证创作者本身的意图被传达给用户吗？但是现在这一点也不存在了。你自己随意修改了人家这样的一个这视频的内部参数，那你不就等于把你整个创作者的这个视频放上去进行二次创作吗？而你这种二次创作本身是不尊重人家原作者的这样的一种创作意图啊。所以这个影视剧中就特别愤怒，做了这期视频。在这期视频的最后，他还号召全部的创作者，他说现在国内所有的视频网站都这么做，不是一家，是所有，而且全部突破了创作者和一个平台之间服务的最低底线。话说得非常重啊。而且他还说了，他自己人微言轻啊，他号召所有的视频创作者都能出来抗议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啊，要事关我们未来整个视频网站看的是不是更清楚，更重要的是，也是创作者本身是不是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他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啊，在当天24小时之内，点击量就达到了40万，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赞许点赞我看那弹幕啊，大家都在支持他。结果没想到啊，一天之后啊，他这个视频就被下架了，他自己主动下架的。他自己在 B 站那个动态里说了一下，他说由于各种原因，关于这个清晰度的这个节目啊，我就下架了。为什么会下架？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我觉得下架也有原因。他在后面号召人家抗议，号召大家去表达不满。这在中国是什么？这在中国就是寻衅滋事。在中国你能号召大家抗议吗？中国的老百姓有抗议的权利吗？有集体抗议的权利吗？没有啊！你只要集体抗议，这就是寻衅滋事啊！这就是四通桥里的彭载舟啊！你能抗议这视频网站，你就能抗议中国共产党，你就能组织这个社会里头集体去跟共产党要权利。所以对中共来讲，集体抗议是不允许的，既不允许集体抗议政府，也不允许集体抗议资本家。所以你在中国你可以看到，哪有允许老百姓集体抗议的？这项权利在中国就不存在。这影视飓风这个人呐，Tim 啊，在英国留学这几年学坏了，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以为在中国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他就可以抗议，不但自己抗议，还要号召大家一起抗议。且看今日之中国是谁之中国，搞错了这一点。所以很快搞清楚了吧？知道了这个无产阶级铁拳的厉害了，就把这个视频给删掉了。我看他最新的视频，马上风花雪月起来了，跑北大荒去拍那个什么北大荒的秋天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紧接着要分析一下，就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首先啊，我觉得啊，这 Tim 所揭示的啊，就是这些互联网平台啊，之所以要用非常糊的画面给消费者看啊，这背景是什么呢？他没有太讲啊。他讲呢，虽然说这些3大运营商要向他们这企业收费啊，但他没有讲的是，在中国这些所有的视频网站呢，向这些运营商啊付的这个费用啊，确实是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有财务报表啊。你比如说，爱奇艺啊，在2024年的2季度啊，总收入是74亿，那它的网络流量费是多少呢？宽带费是多少呢？是付了4到5个亿。它的2020年的时候，全年啊，它的这个整个宽带费呢是24亿，而这一年它的总利润是多少呢？是6869万。你看看它这个宽带费啊，
是它这个总利润的几十倍。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对这些互联网网站来说，这个宽带费确确实实是很大一笔钱。抖音据说现在每个月宽带费啊10亿人民币，一年120亿啊。B 站呢，2023年的时候，全年总的宽带费是14.7亿，占到它总收入的10%，应该说是都是很大一笔钱啊。那么这里头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中国的这些宽带费啊，就企业支付的宽带费要远远高于普通用户，就是我们的个人用户，大概这个收费标准呢是50倍左右，甚至可能有的地方到100倍。也就是说，普通的用户啊用的这个宽带的价钱相对比较便宜，但是企业要贵得多。这也是这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视频网站企业，不得不在流量这个地方精打细算，甚至去千方百计的去欺骗消费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到这儿，那我们就得说回这个 YouTube 了啊。那我们就问了 ，YouTube 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呢，每个月播放的这个数字都是在10亿小时以上。那它的这个宽带费是多少钱呢？可能很多人没想到 ，YouTube 这个宽带费大约是0，不需要钱。为什么不需要钱呢？那我给大家讲一下啊。YouTube 呢，它之所以是宽带费，之所以不需要付费啊，有2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呢，就是2006年的时候 ，YouTube 刚开始做起来啊，因为它属于谷歌公司嘛，那个时候视频网站刚刚兴起啊，而那个时候互联网啊，这个基础服务商啊，当时铺宽带的时候呢，也会多铺一些，铺的这个宽带呢，实际上大量资源是闲置的，而这谷歌公司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他说未来啊，这个宽带资源呢，对于视频网站来讲，那是命根子，因为你有了宽带资源，你才能可以把更多的视频传递到服务客户的手机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高瞻远瞩啊，购买租用了大量的闲置的，他们叫暗光纤。所谓暗光纤，就是光纤公司它铺这网络的时候，它可能需要1TB，它铺的时候，既然你把这沟已经挖开了，它就铺设10TB 甚至100TB，但是这100TB它都闲置了，99都是闲置的。那么谷歌就说了，既然你闲置了，你卖给我，或者你租给我，我给你出一个非常长的协议啊。所以谷歌后来随着发展的时候啊，它就租用了大量的这样的暗光纤，它在自己的暗光纤的那个客户端那个地方建一个服务器，然后就把自己的视频网站通过这样的节点直接派发给了他自己的 YouTube 的客户。正因为如此，所以 YouTube 啊，它自己在宽带这个地方可以几乎不要钱，几乎不花钱。那这是人家 YouTube， 人家谷歌当年人家高瞻远瞩，是吧？那是没办法啊。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在国外啊，互联网呢还有一个原则，就叫做互联网的中立原则。所谓互联网的中立原则，指的是啊，你互联网的基础供应商，你要对所有的客户提供平等的服务，不能因为有些客户付费高，付费了你就给他增速，然后不付费的客户呢，你就给他减速。那么有些客户呢可以登录，有些客户不能登录，有些客户登录的快，有的客户登录的慢，不行。互联网企业你是基础服务商，你必须平等的对待所有的客户。所以你看了 YouTube 上了吗？ YouTube 上面有不同的视频啊，视频有不同的分辨率啊，但是这些视频的分辨率你自己可以根据你自己手机的状态来设置，但是它不需要付费。比如说你看 4K 的和看360P 的视频都是一样的，都不需要交钱。但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了吗？互联网的用户，视频平台的用户稍微清楚一点的你就得付钱，你不付钱就不行。这个原则在国外是犯法的，违反视频中立原则。那么这个互联网的中立原则啊，那实际上是10几年前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它必须保障整个互联网平台的公正性，基础平台的公正性。话说当年奈飞啊，在这个韩国啊有一部电视剧火了之后呢，韩国的那个基础供应商就起诉奈飞，说你这个电视剧火了之后，把我的这个互联网都快搞爆了，那流量一下子比平时高25倍，你要给我多加钱。后来奈飞在法院就申辩说，他说没有全球任何一家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因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导致的流量的不同需要单独付费。这就叫互联网的中立原则。话说你像我刚才讲了，
那你谷歌在美国你买了很多暗光纤，你在其他国家没有啊，在法国你没有啊，所以他们在法国的时候一开始啊，那没有办法，那法国当时就要的是出钱呢，出钱之后呢，那谷歌就说了，那你法国这个客户如果必须通过你们这个网络要付费的话，那就卖。结果后来呢，没有办法，法国就向谷歌投降了，因为谷歌现在的视频资源本身成为了互联网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如果其他的这个公司接入不了谷歌的视频内容的话，那不是谷歌着急啊，是这些公司着急啊，所以导致了谷歌现在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可以不花互联网的宽带费。我们也查了一下，那中国也有抖音的海外版叫 TikTok 啊 ，TikTok 在海外呢就远远没有国内这一部分的基础宽带费，他们每个月的用于宽带的支出啊，我们看了一下粗略的数字，差不多每个月只有800万美金。那你跟抖音在国内一个月10亿人民币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啊。那紧接着下来的问题就是了，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些企业啊，需要向中国的基础互联网的这个服务公司啊，移动啊、这个联通啊、电信支付这么高的费用，而国外就不需要呢？是吧？因为中国就没有互联网的中立原则，这个可以想象，中国哪有互联网的有中立原则？中国的互联网就不是中立的，中国的互联网姓党。你比如说，你在中国你想登录《纽约时报》，你能登录吗？你能登录 YouTube 吗？不可能，对不对？这哪有中立啊？党说 YouTube 不许看，王菊拍案不许看，那么这就叫党性，互联网的党性，没有什么中立不中立的。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些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啊，它其实都没有什么这种中立性的基础原则，就是你付费的，我给你提供稍微好一点的服务。你比如说那百度网盘，那百度网盘是吧？你如果要是不付费的话，你可能3天3夜都下载不了一部电影，但是你付了费之后，马上就火速的10分钟就下载下来了，这都是违反这个互联网中立原则的。但是中国这些企业都这么干，那么中国这些企业这么干，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平等的精神。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刚才讲的背景，就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这些视频企业，它需要向中国的3大基础运营商支付远远高于普通市民需要支付的宽带费用。那么正是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导致了中国的这些视频网站最后不得不去偷普通用户的流量。那么我们接着就要问了，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个3大基础运营商要向企业收这么高的宽带费？那么有人说了，他说这是垄断，国有企业嘛，垄断不思进取，在市场上通过竞争来赢得市场，而是通过国家赋予它的地位，你来获得垄断利润。因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视频平台，不允许自己搭建呢。你如果自己搭建这样的一个体系，那是不允许的，你只能向3大运营商去购买啊，然后3大运营商又给你提供了这么高的价格，那可不就是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吗？部分原因是如此，当然我们对国有的垄断企业没有什么好印象啊，但实际上这不是问题的全部。那么呢，我们知道从2015年开始啊，就中国呢要提出来的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呢叫做提速降费互联网啊，在互联网呢也要搞村村通，全国所有的村子里头也要装宽带。那么这个呢，你想想，它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那么5G 这方面要建这种信号塔呀，什么基站呢，其实投资的这个额度也是比较高的，有人统计过，这些年加起来是2.6万亿。那这钱哪来呢？那么中国啊就实行了一个特殊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从企业用户收钱，收高高的钱来补贴民用部分，尤其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这个宽带的付费用啊，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低的。有人算了一下，中国老百姓啊在宽带方面支出的费用呢，占到整个 GDP 中间的只有0.2%几，不到0.3%，这个呢差不多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10，就是普通老百姓确实支付的费用比较低，但也享受到了互联网服务啊。尤其是很多偏远地区的农民，那农村，那他们这个也能享受到宽带服务，都是来源于这个政策，就是从企业收比较多的钱来补贴这些基础建设的这个投资和收费。由此导致的这个结果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这些视频网站本身面对这么高的收费，这么高的基础这个宽带费用，那他要想
运营，要想盈利怎么办？随着视频网站大家上传的这个越来越多，那他就开始想歪门邪道。歪门邪道就是影视飓风所说的这些内容，动态调整你的码率，然后呢，给你不同的设备推送不同码率的视频，甚至当你这个视频在这个火爆之后，那个马上把你的码率降下来，然而为了让你不至于感觉到受骗，还给你提高一些锐化的程度，让你觉得好像视频还变得清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差不多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市场反应啊。我呢看完这些信息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这个模式啊，有点类似于其他的基础设施。你比如说水电煤气，我觉得中国的模式啊跟国外比起来都不太一样。因为中国的自来水民用的就非常便宜，中国的电也是民用的特别便宜，但是工业的就很贵，商业的就很贵。它就是用商业的来补贴民用，让老百姓可以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用到这样的一个基础服务。互联网也是如此。但这个呢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就是这一碗稀饭，这一碗米饭，如果做出来10个人吃，质量就比较好，对吧？但是可能有另外10个人呢吃不上。但是现在呢，我给你煮一大锅稀饭，20个人都能吃，稀里糊涂也能管个饱，但是你都吃不好，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这个视频网站，中国的视频网站上啊，这视频质量比较低，你很糊，但是呢，服务的人群变得比较多，就是这么一个场景。要从我内心角度来讲啊，其实这个模式跟美国的模式比起来呢，确确实实不太一样。美国呢，基本上啊，对这种偏远地区的这种5G 设施是不怎么管的，也是准备通过商业的模式去解决。所以美国很多偏远地区的5G 信号就不太好嘛。所以你到偏远的地方，你现在就得买马斯克的星链嘛，对吧？所以政府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去补贴你，也不会干预企业去补贴你啊。所以导致了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它变得非常公开透明。但是很多偏远的地区，你可能享受不到互联网服务，或者说你要享受互联网服务的话，就得付比较高的价格。应该说这两个模式各有利弊。我呢，其实也并不是完全赞成美国那种方式。我觉得中国政府采取这个措施也可以理解，但我觉得对于这个视频网站来说，有一点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什么内容不能接受呢？就是说你得透明，你得告诉公众，你得告诉你的观众，你现在说是4K 的，其实你都不如1080p 清楚了，那你不是骗人吗？你明明不如1080p 清楚了，你还标着4K， 这不地道，对吧？那你就应该跟大家讲，现在就是不清楚，就是糊嘛。然后呢，你要知道，很多人花钱去买了你的4K 的视频呢，你像那个 B 站的网站。那个稍微清楚一点，你就得付费啊。但是我付费买的这个视频仍然没有你原先那么清晰，那你这不是骗人吗？那我觉得不能接受。就算是后面有3大运营商从你这儿收了很高的钱，在我看来这也是属于一种欺骗。更何况，我觉得锐化这一点就更加的恶劣了。你不能主动的干预人家视频创作者上传的这些内容。人家上传的是什么内容，你就是什么内容。你能给人清晰化，你就清晰化；你不能清晰化，你就糊化、模糊化。但是你不能擅自改人家的视频，你不能改人视频的参数。你如果擅自改人视频的参数，那你这个那就太恶劣了。所以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的恶劣还不在于它由于在高成本的重压之下采取的一些偷流量的做法，更重要的方式就是它采用的是一种欺骗的方式。这种欺骗的方式构成了整个中国互联网的这种生态。当然了，更不能接受的是，当影视飓风把这样的一种生态讲出来的时候啊，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他们采用的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把影视飓风那个视频给它下架了，你不说话了，没人知道了就拉倒了。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探讨，并不是说不能探讨。你的模式也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是通过这种压制别人不让人讲话的方式，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出不了 YouTube 吗？中国为什么只有 B 站和中国只有抖音吗？可能重要的还真就不是技术上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而在 YouTube 上有言论自由。好了，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在2024年，4K 视频你应该已经司空见惯了，各家平台也都争先恐后，继续在画质上做文章，有的支持到了8K 120帧。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最终在平台上发出来，你看到的视频它变糊了，没有以前这么清楚。我们也有看到过粉丝说我们的视频很锐，我们之前百思不得其解，我们都没有做过处理。但是当我们发现他们视频平台帮我们做了锐化的那一天，我们的精神殿堂崩塌了。所以我很希望各位能和我们一起来号召，不管是长视频还是短视频平台，能够取消锐化，提升一些视频的码率，至少能保证画面不出现严重的编码失真，并且大家不应该以此习以为常。和平台相比，我们今天3盒包邮，美材是很大的牌子，天猫美材啊，在店里面买这都才200多块，238，169，169，上车！哇，谢谢！刚才好，一起叫上车。